2005年，加州帕罗奥图的夏天阳光明媚。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，一位身穿牛仔裤和黑色高领衫的学手身影走上了讲台。他没有戴博士帽，也没有穿学位袍，看起来更像一个刚刚穿越了沙漠的旅人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，却又无比清澈。他就是史蒂夫·乔布斯。1年前，他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，医生告诉他，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治愈的疾病，他的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。然而，此刻他站在那里，面对着成千上万张年轻、充满希望的面孔。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却是：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3个我生命中的故事。不多，就3个。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。乔布斯平静地叙述道，大约1年前，我被诊断出癌症。医生告诉我，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不治之症。我应该回家，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。这在医生的行话里就意味着准备后事。这意味着你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把你未来10年想对孩子们说的话都告诉他们。这意味着你要确保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，让你的家人能尽量轻松一些。这意味着你要开始说再见了。那一刻，死亡不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张被贴在他额头上的清晰的倒计时标签。他说，我曾带着这个诊断生活了1整天，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当晚的活检结果显示，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通过手术治愈的胰腺癌。他从死神的门口被一把推了回来。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他对着台下的毕业生们说，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。但是经历过那一次，我现在可以更加笃定地告诉你们，没有人想死。即使是那些想上天堂的人，也希望能活着去到那里。然后他道出了那句后来传遍世界的如同暮鼓晨钟般的领悟。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归宿，没人能幸免。而且这可能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，它是生命更替的媒介，推陈出新。现在新是你们，但不久的将来，你们也会慢慢变沉，被清理出场。很抱歉说的这么戏剧化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你们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生活，不要被教条所困，那意味着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。不要让别人意见的噪音淹没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。这段话不是一个成功者在炫耀自己的智慧，而是一个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幸存者，捧出自己血淋淋的真心。乔布斯用他最惨痛的经历提炼出了一个最朴素也最强大的生命品质：向死而生。向死而生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种最积极、最清醒的活法。它告诉我们，正是因为生命的终点线是确定的，我们才更应该珍惜赛道上的每一寸风景。正是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才不能把任何1秒浪费在虚假、无聊和不热爱的事情上。死亡不是生命的敌人，而是生命的过滤器和校准器。它像一块最严苛的试金石，能瞬间过滤掉我们生命中99%的杂质，那些他人的期待、无谓的骄傲、对失败的恐惧、对尴尬的担忧。在死亡面前，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。唯一剩下的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乔布斯的故事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们思考人生意义的另一扇门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人这一生或许不是为了达到某个辉煌的终点，而是为了体验一场独一无二的盛大的告别。前段时间，有个年轻人问一位饱经沧桑的七旬老人：爷爷，我们读书、工作、成家、失业、养老，
人生就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序，一眼就能望到头，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拼了命赚钱买房，最后也一样带不走。那我们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老人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淡淡地说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看似一样，但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红尘百态，不去经历一番就有遗憾了。人生就像一场梦，你就是做梦的人，梦里该有什么颜色，要靠你自己画上去，至少不要让它太单调。这一段对话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迷茫。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，身不由己。我们的人生仿佛是一部早已写好剧本的戏剧，迷迷糊糊的上台，又将匆匆忙忙的谢幕。明代诗人杨慎在历经宦海沉浮后，写下了一首千古传唱的《临江仙》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这首词以一种极其宏大苍凉的视角俯瞰着历史与人生。在时间的长河面前，无论是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，还是凡夫俗子的爱恨情仇，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浪花。青山不老，夕阳长红，而我们只是这永恒背景板上一代又一代匆匆而过的旅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生的确似乎没有意义。我们的存在对于宇宙来说轻如鸿毛，悄无声息。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功名、财富、地位，在100年的尺度下都将转头空。这是人生的真相之一。它告诉我们要学会一种观众的心态，学会像那位江边的白发渔樵一样，以一种超然平静的心态去看待世事的变迁，人生的起落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个人的成败，而是将自己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观察者时，许多烦恼与焦虑便会自然消解。我们能看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英雄，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困境。我们所经历的，前人也曾经历；我们所困惑的，后人也将困惑。这种惯看秋月春风的从容，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刁难时，多一份淡定，少一份苛求。然而，人生的智慧恰恰在于它的悖论。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观众，那便辜负了这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。杨慎的词揭示了人生的虚，而乔布斯的领悟则点亮了人生的实。正因为我们是如此渺小的存在，正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终将转头空，我们才更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拼尽全力地去折腾一番，去经验一回。宇宙的宏大不应成为我们虚无的借口，而应成为我们创造个人意义的最强动力。既然结局都是空，那么过程就是一切。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晚年被问及人生应如何度过时，他沉思片刻，给出了8个字的回答：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这8个字充满了侠客的豪情与智者的通透，堪称是对向死而生这一生命态度的最佳注脚。什么是大闹一场？它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喧嚣与破坏，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尽情燃烧。它意味着你要用尽你全部的热情、好奇心与生命力，去体验、去创造、去爱。你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，不辜负任何一个可以起舞的日子。无论是真的在阳光下跳舞，还是在工作中攻克一个难题，在厨房里为家人烹制一顿美餐，在书本里与先贤进行一次神交，这一切都是你生命乐章中一个又一个跳动的音符。大闹一场是让你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哪怕它在别人看来是多么不切实际。
是让你坦诚地去面对自己的欲望，无论是对知识的渴望，还是对财富的追求，只要取之有道，便无需遮掩。是让你热烈地去爱一个人，去感受那些心跳加速、辗转反侧的甜蜜与酸楚。他鼓励我们，不要做一个畏首畏尾的好孩子，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与评价里。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作品，你有权使用最大胆的色彩，勾勒最大胆的线条。你要活得淋漓尽致，活得坦坦荡荡，活得有血有肉。而什么是悄然离去？它是一种深刻的自知之明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你闹得多么精彩，多么成功，你终究只是天地间的一个旅客。北宋的大文豪苏轼，一生颠沛流离，却活得无比精彩。他在《赤壁赋》中感叹：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他清醒地知道，个体生命之于永恒天地，就如同蜉蝣之于广阔时空，粟米之于无垠沧海，短暂而渺小。他又说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行者，一个过客。这趟旅程的起点和终点都非我们所能选择，我们能做的只是决定以何种姿态走过中间这段路。悄然离去，正是源于这种过客的自觉。它让我们懂得放下，懂得不执着。你所拥有的一切，财富、名声、情感，甚至你的身体，都只是你在这场旅行中暂时借用的行李。行李是为了让旅途更便利，而不是成为你的负担。总有一天，你需要放下所有行李，独自踏上归途。所以，不必为失去而过分悲伤，因为那本就不是你的永恒所属；也不必为得到而过分狂喜，因为那也只是暂时的停靠。大闹一场是入世的激情，悄然离去是出世的智慧。一个闹，一个静，一个取，一个舍，这看似矛盾的两者，共同构成了生命最完美的张力。一个只知大闹，不懂悄然的人，容易变得狂妄执迷，最终被人生的欲望所吞噬。一个只懂悄然，不敢大闹的人，则容易变得消极畏缩，最终白白浪费了这场宝贵的生命之旅。真正智慧的活法，是在大闹中始终保持着一颗悄然之心。在追求事业的顶峰时，也知道这不过是几度夕阳红；在与爱人相拥时，也珍惜这一壶浊酒喜相逢的短暂缘分，用尽全力去生活，然后在终点来临时坦然地松手。这就是对生命最高级的致敬。我们回到乔布斯的故事，他用向死而生的觉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他不再为了赚钱而工作，而是为了在宇宙中留下印记。他把每一件产品都当成一件艺术品来打磨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不能再浪费在任何平庸的事情上。这种对死亡的清醒意识，非但没有让他消沉，反而激发出了他生命中最强大的创造力与激情。我们大多数人或许没有乔布斯那样的传奇经历，也不必面对如此戏剧化的生死考验，但我们同样拥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终点。我们同样都是时间有限的人，我们不必等到被医生宣判死刑才开始思考如何生活。我们可以从现在就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启键。问问自己，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，你最想做什么？你会不会依然在目前这个岗位上做着你觉得毫无意义的工作？你会不会依然为了别人的看法而委屈自己、压抑自己？你会不会鼓起勇气去对那个你深爱的人说出你的心意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就指向你内心最真实的方向。很喜欢明朝那些事儿里的一句话，所谓百年功名，千秋霸业，万古流芳，与一件事情相比，其实算不了什么。这一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。是的，归根结底，人生的意义
没有标准答案。它不是一道可以从书本上找到解法的数学题，而是一幅需要你用一生的时间和心血去创作的画。画的好与不好，没有裁判，唯一的评委是你自己。你的人生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典范，但一定要活成你自己心中的无怨无悔。所以，别再等待了，别再说等我退休了就去环游世界，别再说等我有钱了就去追求梦想。生命经不起等待，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它的辜负。从今天起，去大闹一场吧，去读那本你一直想读的书，去学那个你一直想学的技能，去见那个你一直想见的人，去认真的工作，也去尽情的玩耍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，也去拥抱深夜的星空，然后带着这份尽兴与坦然，去迎接那个悄然离去的时刻。